各位朋友，美式民主呢，我给大伙儿几年前就说过，经过我这些年的观察，我认为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这个选举制度啊，这个一人一票啊，弄得现在选上来的呀，都不是那个会治国的，而是那个会演说的啊，那个会吹牛的。所以说呢，这些人呢，到了美国的庙堂之上就暴露出来了。其实呢，选上来的是一群大傻子和精神病，庙堂之上全是疯子治国。你见过那个哪个？你见过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时候，把这个美国的内政问题搁出来讨论讨论，说美国的加州该不该独立啊？阿拉斯加这个买的价格高不高啊？要不要还给俄罗斯啊？所以说你在中国人的眼里边啊，觉得美国这帮政客就是一群精神病，这不是这又犯了疯病了。这是刚刚川普不是在中国那儿这个求和嘛，咱别打了吧，你这个矿产也给我放开吧，我没稀土实在是受不了，你买我的大豆和飞机是吧？中国呢，其实这些年看美国就像那个看傻子一样的关爱的眼神，说行，老川别着急啊。可是呢，川普呢这又翻脸了啊，怎么回事？又要给中国加税100%。这中国前2天的时候不是那个看着这个川普这个老傻子说你给我加税你都给我加到250%了我就不跟你玩了吧，对吧？你随便加去吧，那就我不跟你玩了，是吧？所以川普这个250一看不行这不是乖乖的老实了吗？那中国美国的关税战不是没打起来吗？这又要来，又要给中国加税100%来了这个今天的最新的消息8月7号，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拟对中印等俄油气主要进口国征100%的关税。你说这帮美国的这帮大傻子的这个议员们，跟中国的关税战已经输的是一塌糊涂了，现在又来这叫屡败屡战是吧？哎呀，这帮大傻，有人说你怎么想不明白这帮这个精神病们这怎么回事？做这种无用功干嘛呀？我觉得是这个台湾的民脂民膏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反华的这些议员基本上这个都是那个台湾的民脂民膏给养着的，对吧？这些人那必须得表达一个态度我反共别管这个关税征的成征不成，但是我表达这个态度了，你台湾那些那个台独们就得给我掏钱。我觉得这倒是有可能的是吧？这帮大傻子，那这个关税能不能通过呢？100%通过但是通过了以后到川普那儿，川普敢又跟中国打关税战吗？没那个底气，也没那个胆儿。川普现在是浑身是包川普现在其实是他最担心的是他下台以后，所以他极力的不想下台所以前2天的时候说要选2028嘛，对吧？突破宪法的限制嘛，或者说是直接搞正面算了。我听说中期选举他要军管这是美国这个媒体传的要派出国民警卫队接管投票点。他为什么这么害怕呢？因为川普一旦下台以后，他整个家族必遭清算，而且是属于极重的几辈子坐牢都抽不来的那种刑罚，其中就包括他的这个炒股这个事儿。Over and over again, the president declares that the war is about to be over. He's not telling the truth. He normally declares that the war is about to be over on Sunday night or Monday morning, right before the markets open. We can see the pattern.
On August 1st, Trump says a deal is imminent, and the market impact is immediate. Oil prices fall by 5% right as the markets open. The next day, right before the markets open, Trump says again, the deal is imminent. Another 5% drop. And you can see how if you get advance notice of those statements, even by a few seconds, you can capitalize on that market movement. Trump announced if you pay Donald Trump $100,000, he will give you advance notice of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And so maybe the war continues because Trump has found a way to monetize the war in a disgustingly corrupt way. Is any Republican senator willing to come down to this floor and defen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etting up a subscription service for public policy announcements from the White House so as to advantage certain players in the marketplace who are willing to pay that amount of money? Of course not.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是特朗普，你最想做什么呢？是赢过中国，是击垮俄罗斯，还是打败伊朗，又或者赚很多很多钱？都不是。如果你是特朗普，现在最该做的就是自救。甚至可以说，特朗普如此鲁莽地对伊朗发动战争，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自救。因为特朗普今天面对的不只是支持率下降、国会中期选举问题，或者经济数据难看，他面对的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难办的卸任危机。有人不断地想暗杀他，有人不断地想搞垮他，有人不断地想要摧毁他整个家族。我们直接用数据说话，这样更清楚。首先，特朗普被真实暗杀的次数是美国所有总统里最多的。这里说的真实暗杀，指的是真的带枪或者真的谋划和行动去暗杀特朗普的。像是在网上口嗨说我要去暗杀特朗普，或者发个帖子说我要去杀特朗普的，这种都不算真实暗杀。而特朗普执政至今，遭到真实暗杀的次数超过6次，这在全美总统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他还有2年多要执政。第一次是2016年6月，青年迈克尔在拉斯维加斯助选集会时，突然抢夺警察手枪，要打死特朗普。迈克尔承认，他抢手枪就是要杀特朗普，因为他是民主的恶魔。第二次在2017年9月，罗雷戈里驾驶一辆大型叉车在路口等待，等特朗普车队经过时，冲过去用叉车撞翻坐车，然后准备开枪杀特朗普。但这个计划被特勤局提前发现。第三次是2020年，帕斯卡尔制作一封带有蓖麻毒素的信件寄去白宫， 0.2 毫克的蓖麻毒素就能杀死一个成年人。好在白宫的生化团队在检查时发现了异样， CIA 立刻出动，很快锁定嫌疑人，并且跨国冲去加拿大，将制作毒性的帕斯卡尔逮捕，最后他被判处了22年监禁。第四次就是著名的伊芝尔枪击事件，枪手克鲁克斯在距离演讲台120米的屋顶远程狙击特朗普，当场造成1人死亡，2人重伤，特朗普耳朵受伤。当时拜登是总统，警方调查后说，克鲁克斯狙杀特朗普的动机是想要成名，他想要靠着杀特朗普让自己成为全球最知名的人。警方的这个解释听起来既耳熟又荒诞。当年另一位被暗杀未遂的总统里根，凶手也是同样的理由，几乎没人相信这理由。那第五次就是2024年9月，就在伊芝尔事件过去2个月后，劳斯带着步枪潜伏在特朗普的高尔夫球场整整1天1夜，好在安保人员在特朗普到来前仔细检查了场地，发现了异样，不然这次暗杀成功率会比伊芝尔事件还要高。劳斯说他的动机就是想要特朗普死，没有别的理由。最终劳斯被判处重刑，终身监禁。第6次是2026年4月的白宫记者晚宴，托马斯带着霰弹枪、手枪和4把刀直冲晚宴现场，在冲过2道安保后，被第3道安保人员开枪击倒。调查后，杀特朗普的动机是要为全人类执行正义。目前针对的审判还在进行，但差不多也会是个终身监禁。上面这些都是明确实施了要杀特朗普的，另外还有3起也是明确了行动计划和准备工作，但还没有实施的。比如巴基斯坦男子阿西夫2024年进入美国，受到伊朗革命卫队的命令，招募执行暗杀特朗普的行动，在招募过程中被 CIA 一锅端了。再比如沙里克案，
同样是伊朗革命卫队，为了复仇苏莱曼尼之死，招募美国境内的沙里克，策划谋杀特朗普。还有2026年的白宫 UFC 暗杀未遂事件，白宫 UFC 开赛前4天，还接到一对父母报警，说自己19岁的儿子泰森拿着$3000劣金买了一支步枪、霰弹枪和大量子弹，在屋子里整天研究华盛顿地图，还对朋友说要去执行什么侦查任务。FBI 敏锐地察觉到事情不对，直接冲进泰森家里，找到一本写着特朗普名字和路线的日记，还有大量白宫附近的航拍图、无人机起飞位置以及狙击手位置等。更可怕的是，在泰森的一个名叫旧共和国先锋的聊天群里，有19名策划暗杀的特朗普成员，年龄19到35岁不等。他们在群里用无人机侦察华盛顿路面情况，部署暗杀计划，打算先在白宫北面弄一场示威，分散和吸引安保注意，跟着在白宫周围放飞带炸弹的小型无人机。为了避免干扰，他们会用光纤来引导无人机飞入白宫内爆炸，最好能炸死特朗普。如果炸不死，就在特朗普撤职的路上埋伏。他们研究了大量的过去媒体公布的白宫安保预案，预测特朗普的逃跑路线，在白宫南侧和周边屋顶架设狙击枪和新的无人机，就是要搞死特朗普。这19人暗杀群组里的筹备和计划让 FBI 探员十分吃惊，因为这些人是真的想要实施该计划。所以针对特朗普真实的有完整计划的暗杀事件执行了6起，在策划阶段被捣毁的3起，一共应该是9起。9起暗杀事件针对同一个总统，已经是美国总统历史之最了。而更让特朗普担忧的，都还不是这源源不断的暗杀事件，而一个更大的打着正义旗号的整个体制的倾轧。我们都知道，特朗普2020年下台后，遭遇了铺天盖地的起诉、调查和司法案件，从强奸案到税务案，几乎无死角的就是要捣毁特朗普家族。这种情况也是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因为美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就是不搞下台总统，不然像韩国一样，总统都没好下场，冤冤相报何时了，谁都没有好处。所以美国总统有一个很大的特赦权利，这个特赦权利本质上是一个党争缓和器，在有罪的前总统在新总统上来后，就会使用这个缓和器来赦免前总统的罪，这样也能避免未来针对现任总统的党争报复。但这个延续了200多年的潜规则在特朗普身上完全失效。特朗普下台后，民主党如疯狗般发起了4起重大刑事指控、91项重罪指控，以及包括逃税、欺瞒等在内的200多项民事指控。特朗普集团里的多名重要人物一度被定罪，首席财务官魏塞尔伯格直接被送进监狱，特朗普本人被判罚超过 4.5 亿美元，他的2个儿子和2个女儿也面临大量指控与起诉。不久后，2022年FBI 对特朗普的海湖庄园进行了抄家，对一个前总统进行抄家，这在美国从未发生过。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用大白话讲，就是4个字：赶尽杀绝。国会山暴动事件完全戳到了民主党的死穴，甚至不光是民主党的死穴，而是整个建制派的死穴。共和民主两党建制派清晰地看到，特朗普拥有能煽动民众来推翻美国政府的能力，对于两党来说，这是必须要剿灭的力量。如果2024年特朗普输入大选，或者那一颗子弹真的打死了特朗普，那今天他整个特朗普家族都将面临覆灭的危险。所以特朗普完全靠着他一个人在拖着整个家族。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2025年上台后开始远离老将，重用新人的原因。什么万斯、赫格塞斯，这些人以前都是干嘛的呢？他们既没有外交经验，也没有政治经验，如今却占据高位。根据统计，特朗普第2任期内内阁的新任率超过 80%， 而过去其他总统的第2任新任率不会超过 40%。 特朗普是不爱用经验丰富、能干实事的老将吗？根本原因还是特朗普与共和党老将矛盾极深，他们相互不信任，重用新人本质是培植自己的势力，确保下台后能有个依靠。所以如果你是特朗普，你都看到了什么呢？你看到的是连续不断的9次暗杀，看到的是下台后铺天盖地的指控、起诉，还有查税。什么中国、俄罗斯、伊朗，那都是虚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也是虚的，这些都是宏大叙事。对于一个人来说，对一个有正常情感和逻辑的人来说，宏大叙事是虚的，自己被不断暗杀的恐惧
和整个家族覆灭的恐惧，那才是真实的。更何况第一任期下台时的恐怖记忆太过于清晰，整整4年的围剿和控诉，如果民主党再上台，他们完全会变本加厉的再来一次剿灭行动。所以特朗普第2任期的最大任务就是怎么确保自己下台后不被搞死，这是特朗普最核心的个人利益。那么该如何确保这个最核心的个人利益呢？或者换句话说，到底有什么力量可以确保特朗普在2028年下台后他的安全呢？首先最直接的力量就是嫡系部队的上马。都说万斯和路比奥是下一任共和党竞选总统的热门人物，特朗普不知道会支持哪个，但其实稍懂政治学的都知道，特朗普一定会支持万斯，因为万斯他是个新兵蛋子，他是嫡系部队，没有特朗普就没有万斯的今天。但卢比奥不是，卢比奥就算没有特朗普，未来也一定会在其他共和党总统的内阁名单里的。卢比奥以反华著称，当了多年参议员，他和特朗普在众多问题上理念不合，并且与共和党内部的建制派关系不错。再讲深一点，看看卢比奥怎么起家就知道了。他与共和党内最大的建制派之一的布什家族关系密切，是布什家族拖着卢比奥起家的。当年杰布·布什当佛罗里达州州长，就提拔和支持卢比奥当州参议员。为了卢比奥竞选，布什家族倾注了不少政治资源和曝光。美国政治圈里长期把卢比奥称作布什家族的政治门徒。2010年卢比奥竞选联邦参议员，就是布什家族为他站台的。卢比奥和布什家族这批共和党建制派关系非常深，所以你说特朗普到底支持万斯还是卢比奥来竞选2028年总统呢？特朗普一定支持万斯，根本不可能支持卢比奥，因为特朗普很怕卢比奥会反咬他一口。卢比奥这人过于和建制派亲近，过于有自己的利益图谋，特朗普深信不了他。而除了扶持万斯外，特朗普有没有第2条路来确保自己下台后不被清算呢？关键在于到时候共和党内部会支持一个下台了也不可能再当第3届总统的特朗普吗？这个问题很复杂，而且充满变数，这要取决于特朗普这个3姓家奴与共和党传统建制派的关系和利益到底怎么样了。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是3姓家奴这件事吧？他先后是共和党党员、民主党党员、改革党党员，并且曾3次加入共和党，然后3次退党。这种对党派毫无忠诚度，只为了利益反复横撤的做法，是不可能赢得党内传统大佬尊重的。所以就要看特朗普与建制派共和党人物的利益捆绑是否牢固了。这种捆绑微弱且不牢固，目前共和党还围绕了特朗普，完全是因为他的总统权力和民众支持。但2028年特朗普下台后，会立刻面临一个人走茶凉的局面，他所能做的也只有出来为某些共和党人站台助选。最好的例子是，当2020年特朗普下台后，民主党对他展开铺天盖地的清算时，共和党站出来了吗？非但没有站出来，有一部分共和党大佬是支持弹劾特朗普、调查特朗普的，因为在共和党内部，建制派大佬对于特朗普所进行的党内清洗也十分不满，包括布什家族、切尼家族、罗姆尼家族、麦凯恩家族在内的政治家族都在等待一个重新夺回共和党掌控权的机会。所以扶持万斯这种嫡系去当总统可以保命，靠着共和党建制派则很难保命。那么是否还有第3条路呢？现在看起来还是有的，就是投靠以色列。投靠以色列应该是在所有帮助特朗普安全下台的路线里最可靠的一条了。因为万一万斯他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呢？万一共和党建制派也加入围剿特朗普的队伍呢？这时候就必须有第3条更为保险的路。以以色列对于美国政坛的影响力，尤其是美国2党都有的巨大影响力来看，是特朗普下台保命，保整个家族不被剿灭的最佳选择了。这也是为什么全球著名的智库卡内基基金会他们的报告会用如此的标题了。历史上从未有过像特朗普这样对待以色列的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亲密程度远超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为什么特朗普一定要打伊朗呢？真的是被逼蛊惑的吗？又或者是因为委内瑞拉马杜罗被抓得太容易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呢？这些可能占据一定因素，但如果我们站在关于特朗普失去权力后的恐惧角度来看，也许就能看清楚他对于以色列最原始和最基本的诉求就是保命，就是在下台后避免整个家族被清算。万一2028年万斯扶不起来，民主党胜选了，那外部民主党会再次清算特朗普，
而内部共和党建制派也会加入到围剿特朗普的队伍里来。2021年的恐怖场景将会重现，而这时候受到特朗普多年恩惠的以色列以及犹太财团一定会站出来帮特朗普一把，至少是能够起到一个中间人缓和冲突的作用，避免整个特朗普家族会赶尽杀绝。可以说，如果我们把特朗普所有的利益都摊开来看的话，那么他如何确保自己下台后不被清算，就是他所有利益里面最核心的。他需要避免被暗杀的恐惧，需要避免家族负面的恐惧，而这两个诉求除了以色列对美国的巨大影响力外，恐怕没有其他道路能更稳定的给予他了。特朗普家的乐子呀有的看呢伊朗呢他现在是骑虎难下，他也不敢轻易的结束，因为他自己整个家族的命运还没有安排明白呢，美国的内乱才刚刚开始。哟，我又想起七哥的词儿来了，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